我决定去做 IVF， 然后这就是我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关系，就是你很难去一直尝试再尝试。我觉得这些生与不生的这个选择是在于个人选择，是女性的自主权比较显著。养儿育女是要负很大的责任，不是说小孩是为了要调剂夫妻感情而生出来的一个产物，不是这样子的。生育率一直下滑，新加坡人不愿意生孩子，是因为当父母的负担太重，还是单纯想要追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次要聊的话题，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发言权嘞。哇，欺负我是男生啊？生不生小孩，当然是女生的意见比较重要吧。我跟你讲，生不生孩子，有一个男人的意见就很重要。谁？最头痛的是，现在是婴儿不够的问题。我们的生育率太低了，远远达不到替代的水平。鼓励年轻人早日成家、结婚生子。孩子是很可爱的，多多益善。你看，刚刚卸下总理棒子的国务资政李显龙，从第一年当总理就在提生育率的问题，没有人比他更关心新加坡人生不生孩子了，好吗？只是这么多年下来，新加坡的生育率还是在下滑，现在已经跌到只有0.97了，是历史最低水平哦。那你觉得为什么新加坡人不愿意生孩子呢？就是时代不同了，观念也在转变，很多人都觉得不是一定要生。那网上也有很多关于不生小孩的 meme， 你看这张就说，不生小孩的人呢，生活会更自由。然后也有人说可以存到很多钱，还有人说你不生就不需要为孩子惹的祸而烦恼嘛。你看，35岁以下的新加坡人当中，有52%认为在新加坡生孩子太贵了，所以不太想生孩子。那35岁以上的新加坡人当中，有33%认为自己的年龄不适合怀孕或者是养孩子。那我看这个调查会觉得说，年轻人钱不够，养不起孩子，等到经济基础比较好的时候呢，却又过了生小孩的年龄了。这样说也没错啊，因为生孩子养孩子在新加坡的确都是不小的开销。而且新加坡的工作环境比较高压，我觉得大家不愿意生孩子呢，更多是因为各种负担太重了，不单单是金钱上的问题嘛。那要照顾孩子从小到大，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事情要烦恼。那新加坡人不愿意生孩子，到底是要追求个人的自由，还是因为负担太重才无奈放弃呢？我们其实在社媒说到了2159张投票，有29%认为说是自由选择，那有71%认为其实是因为负担太多了。看来有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负担太重了。那这样好了，我们分别去找想生还有不想生的嘉宾，听听他们怎么说。我来找艺人马艺轩，她在去年39岁的时候尝试做试管婴儿，如今已经怀孕7个月。3个月的时候，你就突然间就看到整个。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去做 IVF？ 其实很老实的说，我第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我的年纪，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关系，就是你很难去一直尝试再尝试再尝试，加上就是政府其实都有在提倡跟鼓励，然后又有津贴，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大概尝试了多久？就是这个 IVF 的过程？我还算是挺幸运的，因为我是一次，他们说一处一排，然后就受孕。成为一个妈妈其实是需要牺牲蛮多的，你自己会觉得你是一个愿意为了生小孩去就是放弃一些或者是牺牲自我的一个人吗？其实我倒没有想到用牺牲这2个字，感觉上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的。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怀孕嘛，所以你就知道说它肯定会对你身体啊、身材啊造成一定的影响跟变化。其实脱发的问题反而是在前期的时候，可能是备孕的时候，因为你有无形的压力，或者是我的情况是因为我可能吃的药比就是自然怀孕的妈妈来的多，所以它有造成一些荷尔蒙的变化。在经历这一切的女生，有时候心灵上是非常孤独的。尽管我已经做好，其实我每次去抽血我都哭了，看不出我其实挺怕针，然后也挺怕痛，然后
真的很容易哭。有的时候在摸黑的时候，你就要起身去打针。在可能第4天的时候，那一天要打3支针，然后有一支针它的针头就比之前的来的粗一点，然后我突然觉得它怎么就是推不进去，当下就有一种你自己在一个人在经历，然后就很害怕。只是我觉得说，我想要小孩，或者是我决定去做 IVF， 然后这就是我要经过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只是一个必经之路。你要怎么样去平衡，比如说女性对事业的追求，还有就是一个想要组建家庭，然后生小孩，这个两难的一个状况呢？对于现在的女性，其实不管是工作跟家庭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自己心灵上可能我们必须要做很多调整。35岁之前，可能也有很多女生也跟我一样，就是在面临说，工作上究竟这个行业，这份工作适不适合我？刚好在你35岁之后，你其实已经可以满足到你生活上很多的必需品跟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至于延伸下一代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更重大的任务。到这个时候，我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对的事，然后也是在最好的时机。我来拜访蔡依桃，她今年44岁，在2007年结婚之后呢，夫妻2人坚持不要孩子。所以依桃，你跟丈夫是几时一起决定不要生小孩的？不生的这个决定其实并不是立即的。我们可能在2017、18年的时候，经过了1到2年的思考跟考虑之后，就决定说好，我们就不生了。其实我跟我丈夫的那个思想比较开明，结婚生孩子其实只是一个社会常规的一个规范。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规范里面去生活，去约束自己？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现在有了孩子，会不会让你失去掉很多 me time 呢？养儿育女是一个很大的，要负很大的责任。不是说小孩是为了要调剂夫妻感情而生出来的一个产物，不是这样子的。像我们新加坡人有很多都是丈夫跟太太都是双薪家庭嘛，那这一方面的那个陪伴怎么办呢？是不是请个帮佣来照顾他，这样子就行呢？我觉得假手于人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如果要生的话，就要给他所有的爱，所有的时间。那是我mother的照片，就是她生前的时候有参加我的婚礼。因为我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嘛，她这一辈子也没什么做过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孩子。在2010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那个时间点也让我去了解到说，我不想要人生留白，我也不想说，因为我结婚了，我就不能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母亲去世之前，其实我有3个梦想嘛，一个就是想要在国外生活一段日子，我想去出国深造念书去完成一个硕士文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出一本书。我觉得我不可能生了孩子还去出国6、7年这么久，我觉得这样子非常不负责任。17、18年的时候，我已经37、38岁了，年纪也不小，然后也加上看到身边同年的，就是有家庭的困扰，就是说可能他们为了要兼具事业跟家庭两头跑。然后也没有了生活的素质，然后我们也在目睹了身边朋友的这一些情况之后，然后也在检视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健康跟年纪适不适合。后来就毅然决然决定说就是不要了。这是我们拍拖的时候的照片啦。依桃坦言，刚结婚的时候，她的公婆曾向2夫妻暗示，问他们什么时候要生小孩。不过，当他们确定不生了，公婆也接受。对于家人，尤其长辈的体谅，他们很感激。新加坡社会普遍来看，就是我的观察，这个责任通常是都会落在母亲的身上，就是可能下班了之后还要赶着去带小孩。像我公司有一个同事，就是有刚怀孕生孩子，产期也没有用足。他一方面他担心他
keep up 不了那个公司的工作的节奏，所以他选择提早回公司上班。其实这一个时间段呢，我其实有看到他的一些焦虑跟改变啊，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要两头跑。在我国呢，男性与女性的工作时间都很长，但一般而言，男性工作时间较长，但女性在育儿和家务上用的时间会比较多。在学校呀，在这些托儿所，他们要的电话号码都是要妈妈的电话号码，现在打的也是打给妈妈。如果小孩生病的时候，突然间我需要现在去接他们，可是现在我要开会了，家里没有人可以代替我的话呢，一方面要牺牲，就是在工作要做一些牺牲。灵活的工作安排是可以提供帮助的，但重点是员工是否在短时间内呢能找到同事来代班，要不然呢，女性员工会担心这样的话会影响他们的未来职业前景。对职场女性来说，如果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庭，那么生不生孩子是否已经不再只是自己个人的选择，而是更多的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呢？我觉得这些生与不生的这个选择是在于个人选择，是女性的自主权比较显著。像我自己我追求的就是我想要有自己的跟我先生有 quality time， 好好的享受两人世界。然后我自己呢也可以去从事我热爱的东西，然后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我现在也处在一个事业的冲刺期。我是公司里面的 management team， 我会有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去 concentrate on my career。然后另一方面，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运动，那我就用这些多余的时间去做运动啊，然后也考了非常多的健身执照。有很多人说，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嘛，那其实对于自己保持身体强壮、维持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别人说养儿防老，我就是把我自己的健康弄好来防老。其实人都很容易就是会跟随就是社会的脚步，比如说现在可能就越来越少人很早结婚，那我的情况可能他就是跟着时代这样子的一个步伐走。当然我也是因为我入行的迟，我入行的时间其实已经差不多27、28岁，然后遇上我的先生的时候都已经差不多30岁，然后当时我还在就是非常投入在我的事业里，也没有去想到说要不要步入教堂这个事情。之后其实就随着那个脚步，也没有想太多，然后就没有想到自己就变成了一个高龄产妇。你会不会担心就是生小孩的费用呢？我觉得在新加坡政府其实还是有做很多措施跟津贴，或者是鼓励夫妻或者帮助夫妻，其实还是可以度过的，只是在于选择而已。我觉得可能我的概念就是那小孩养不养也是会长大的只要我觉得用心用我们的爱心去养育去抚养他，可能来的比较重要。我其实在开始就是感受到宝宝的在我的肚子里面会踢呀，我觉得这些神奇的力量啊，它就不应该就是用金钱来去衡量的。说到金钱，我觉得得谈一谈育儿开销，像是一些幼儿园啊，或者是学前中心的费用，是可以达到每个月上千元的。育儿开销的确是很大的一笔钱，不过那些有政府资助的学前中心呢，其实费用也已经在调整了。像是全日制的托儿服务呢，收费顶线将会在明年的1月分别降到每个月640块和680块，而且这还不包括政府给家长的额外津贴哦。但是这些托儿所的名额是有限的嘛，那一些父母呢，还是会选择聘请育婴保姆到家中来照顾孩子。那一个月的费用可能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那大家也都想给孩子最好的照顾嘛，所以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生孩子、养孩子很贵。那你看这些网友的评论，有人就说，即使 Baby Bonus 去年增加了3000块钱，跟养育孩子的开销比呢，只是9牛1毛。
也有网友抱怨说，4个月的产假是不够的，因为产妇要照顾新生儿，还要喂母乳。那为了要有更多的时间恢复身体呢，就还是要请无薪假。我这里有一份2023年的报告，对不同年龄层的人进行调查。对30岁以下的夫妻来说，他们最看重的是父母共用产假、陪产假和在职母亲子女估税扣税。对30岁至39岁的夫妻来说，他们更关心新生儿的医疗保健津贴，还有 baby bonus。而对39岁以上的夫妻来说呢，他们最看重的是陪产假和育儿假。但是感觉上，政府的辅助再多，还是会有人觉得不够的。我觉得政府的政策顶多是鼓励那些已经打算生小孩的夫妻可以放心的去生，但那些本来就不想要生小孩的夫妻呢，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主意。新加坡生育率不断下滑，政府的政策难道都没有起到作用吗？让我们去问问专家。虽然新加坡的生育率已经跌于1，这个数字1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国生育率还是仍然下降。在发达国家呢，尤其是在亚洲，提高生育率的这种政府政策呢，效果是有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代社会呢，有强烈的变化，年轻人的生活呢，理想已经改变了。现在很多男女都可以接受不结婚或生子，那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就会加速，这让我国有更少的时间来为将来的社会变化做好准备。我国的经济呢，也需要更快的调整，那一些企业呢，就有可能无法生存，我们就有可能看到更多的外国公司选择在其他国家投资。就像专家所说，不只是新加坡，很多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对生活的追求都已经改变了。那不生小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自由的选择。你知道在美国他们把这个叫做 child free 吗？我也听过 child free 这种说法，不生孩子或许可以过得更潇洒自由。不过专家也说了，小孩生得少，社会就更快老龄化，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所以我看到这份 IMF 的报告，就鼓励雇主们多做一些来帮忙催生。就是说要对职场妈妈更友善一些吗？对啊，像是采用比较灵活的办公模式，又或者是多给一些额外的产假，这或许呢就能减少一些人生儿育女的障碍了。但是每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感觉上执行起来是会有困难的。对啊，这需要一种职场文化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看到结果的。走进争议核心，听见不同声音。新加坡人不愿意生孩子，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还是因为负担太重的无奈结果呢？留言告诉我们，也要记得点赞订阅哦。你有好的故事或观点，欢迎你电邮我们，我们下期见。